大爷，你回来了。严师傅，我看见你车了。我说你下来吧，那活儿不是你这个年纪能干的。你是脚踩两只船呐，你还踩得挺稳，是不是？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，你慢点啊！你慢点儿，你要是摔出个好歹，我怎么跟小蔡交代？你是不是盼着我摔了？啊？怎么说的？哎，我说小伙子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成了人家的外孙女婿了？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。刚才这外婆都跟我说了，你们没准结婚呢。你以为我不明白呀？你啊，啊，你别说话了。我什么？我是来帮忙修门的，邻居都知道。外婆呀，你先进屋歇一会儿啊，我们俩一会儿就给你修好了啊。哎，来，进屋休息啊。哎，外婆你慢点啊。进屋休息。哎，你进屋休息啊。哎。外孙女婿。叔叔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刚开始你怀疑我是米老鼠，我把米老鼠给你抓住了。后来你怀疑我隐瞒家史，现在好了，我家里的隐私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你跟我爸还认识。我之所以努力这么做，就是想跟你证明我的清白。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离我女儿远一点。你小点声儿。没事儿，你爱人的亲外婆的耳背，没事儿，她听不见。那还有邻居呢，我要不要脸？你不要脸。你是不是反对天下所有的男人接近你女儿？差不多。你觉得这天下只有你一个男人能给小蔡幸福？对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你这属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严重的烈女情节，心理变态啊！你这口才见长啊！我记得你以前是笨嘴拙舌呀。我那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。叔叔，我给你举个案例啊。国外有一个人深爱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去世以后，他把她做成木乃伊放在家里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拥有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你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你也会。我什么？我要把你做成木乃伊，把你送到博物馆去。那，说还有什么案例？当然了，你跟那个变态杀人狂是不一样的。他杀人用工具，你杀人是用亲情这把无形的钝刀，杀人不见血啊！我不用刀子，我就能把你掐死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还恋女，我就恋女了，那是我女儿。天底下只有父母对女儿是最好的，其余的都是假的。对，今天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我还得买荷叶呢。骗子！外孙女婿。这是一个疗程的，吃得好再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到那边去把钱付一下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快，接一下。来，给我。哎呦！哎，我们家小灿的事情到底怎么办啦？快帮我想想呀！哎，据我的经验呢，那个泡泡就是韩雪梅的一杆枪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你们家小灿和文刚拆散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那个女婿啊，要不是他前女友故意搅和，他们也离不了婚。哎，慧娘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如让他们赶紧结婚。现在就结婚，是不是也太快了点？我想让文刚到他爸爸公司去上班，直接当董事长。慧娘，你先抓住重点才对呀。要不让他们先订婚，这样的话就把文刚给拴住了。目的是让那个泡泡没法下手才对呀。现在订婚不算什么，万一小蔡后悔了，或者感觉文刚不可靠什么的，就把他一脚蹬了，你们家小蔡也不吃亏。就是嘛。亲家母，那文刚去我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呢？
那我妥协好了。去你公司上班的事情呢，先放一放，把他跟泡泡的事情先拎出来讲讲清爽。能订婚太好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要是能订婚，韩雪梅再怎么折腾，她也翻不了天。就怕小灿不愿意呀。小灿的工作我来做，不过文刚要是不离开泡泡，订婚的事情就免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其实啊，韩雪梅就是同情泡泡没有父母。哎，她跟文刚真的没有任何关系的。那也不行，小灿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很不高兴了。我去说服韩雪梅。不过您知道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，我就怕她不听我的呀。这样好不啦？咱们两个同时进行，你去做你这边的工作，我做我这边的工作，双管齐下，怎么样？那挺好。那下个星期订婚怎么样？下个星期就订婚？哎呦，太急了吧！我着急呀，把这个事情定下来，我心里才踏实。下个星期，要不这样吧，10天以后，你看怎么样？就10天啊！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，我耽误不起啊！耽误不起什么意思啊？我有心脏病啊，万一哪天不小心来个心肌梗塞什么的，我就怕我……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！呸！呸！哎呦，这种不吉利的话不能乱讲的。就这么定了，不许毁约。我还怕你毁约呢。雪梅啊，你能不能让那个泡泡离咱们家文刚远点？为什么？我怕他把文刚的婚事给搅黄了。搅黄了，搅黄了才好呢。雪梅啊，你就不能理解我一点吗？你还用得着我理解你？你现在是什么人？有钱人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儿媳妇找不着啊？那个严小灿到底有什么好啊？反正我不答应。就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真的求你了，最近这10几天，别让那个泡泡接近咱们家文刚。慢着，10几天是什么意思？雪梅啊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听我一次行吗？你答应了？太好了。喂，亲家母啊！哎，我已经跟雪梅说好了，她已经答应我让泡泡离开文刚了。哎呦，真的？你告诉他订婚的事情啦？哦，还没有，我怕她搅和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让她抓紧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这边也会抓紧的，放心好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小灿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不是去公司上班的事儿，是你妈不让我告诉你。你是听我妈的还是听我的？我当然听你的，可是你妈说我要告诉你了，她就不答应我跟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那你跟那个泡泡是怎么回事？泡泡，他骗我手机，还有那个大狗舍。哦，对了，那天他居然还亲了你一下，亲一下还不够，还要亲2下，他当啃西瓜呢。那是我妈出的花招，想挑拨我们。你妈？啊！我真是不理解这些父母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文刚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2个先把婚定了。啊？只要我们2个把婚定了，他们再怎么捣乱也没有用了。
我担心你爸你妈不同意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爸我妈那边我会去跟他们说，你跟你爸你妈说好吗？那好吧。这么没底气，你没有信心啊？我有。那你大点声。我有。你再大点声。我有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是抗议呢还是欢呼呢？当然是欢呼了。哎呀，让开让开！你看的是什么呀，妈？嘘，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。我跟保安室的人打了个招呼，送了他们2只咸水鸭，把室外监控的一根线直接接到家里来了啊！坐在咱们家里，就可以监视咱们那辆高级宝马车了。哎呦妈，你至于吗？你这太……你知道什么啦？咱们这辆宝马大叉烧可是整个小区里最好的一辆车子，多少人眼睛看了呵了啊！现在有些人心态很不好的，买不起好车就用刀片划几刀，脚踹几脚，我可要提高警惕的。我爸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天算倒了霉了啊！上房当了泥瓦匠不说，哼，这辆宝马大叉烧，啊，跟拖拉机似的，还熄了一次火。叶长林同志啊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今儿怎么了？以前说什么事儿都说商量，今儿怎么说宣布？你变国务院总理了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要宣布的是一件大事情。小蔡，听你妈宣布国务院令。今天呢是2号，再过10天就是12号。严小灿和文文刚正式订婚，从今天就开始准备吧。跟谁订婚？跟文文刚？不行，没我的同意，不能跟他订婚。订什么婚？我同意。小灿，你不知道，那个文荣以前是干……爸，你在调查人家对不对？不管你现在做什么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跟文刚已经商量过了，我们俩就是要订婚。如果不是因为时间太仓促的话，我们就不订婚，直接结婚了就。结婚？这件事情上，我跟小灿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耶！你们俩是让这宝马大叉烧给烧的吗？疯了！这什么这是？这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监控录像。物业监控录像怎么接咱们家来了？不要说话。幸亏接到咱们家来了，快看这个人，行迹可疑。电话。哦，给领导。喂，保安室啊，我是3号楼102的业主。哦，对，就是那辆宝马大叉烧的车主。现在有一个人在我车子旁边转来转去，东张西望，行迹可疑，想要偷我的车子。啊，对，你们赶紧行动啊！好。妈，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？人家不过就看了你车一眼。这什么这是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当然是要防患于未然的了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警惕性，我这保卫处长让你当啊！哟，谁要当你这个破处长，管你那个破厂子啦？哼，
我要保卫的是我的大宝马、大叉烧，我的宝贝囡囡。大宝马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这宝马车开起来跟拖拉机似的，空调一开上，这车啊就没劲儿了，不往前走，仪表盘都没显示了，你知道吗你？哟，你爸爸呀，真就是开长安车的命。等我忙完小餐订婚的事情呢，我就要去学开车了，要亲自驾驶一下这辆宝马大叉烧，感受一下驾驶的快乐。进来，儿子。看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。过来，坐这儿。哦，您坐这儿。哎，坐。儿子，下周3就是董事会，你是董事长，到时候要发言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。啊，没事儿，秘书会为你准备发言稿，到时候你照着念就行了。你可别小看这洋洋洒洒几千字，其实里边全是空话、套话、废话，念不念都一样。你就是换个中学生来，他也照样能应付。原来这就是董事会。哎呀，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呀，儿子。可惜，过2天爸爸要出国，不能在你身边，不能手把手的教你。你呀，你就只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了。爸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呀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国外呢，还有几单特别大的生意在等着爸爸。啊，可是那些董事，我谁也不认识，万一他们要提问，我怕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关系，廖秘书会替你应付的。廖秘书，对，如果呢他们提的问题呢，你事先准备了答案，你就回答；要是没准备答案，一个字都别说。你记住了，祸从口出，沉默是金。啊，看来这董事会也不简单呐。行，儿子，你比你爸爸聪明多了，没问题。进来。文总，您的发言稿明天过目。好，您请。谢谢。小四，来出。慢点，慢一点。5、7、8、10。够。皮，老严啊，看来呀，人家母女俩那是联合好了，你不是人家对手。要我说呀，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。投降？我不能随随便便把我女儿给嫁出去。你折腾了半天，也没抓住文荣的把柄。哦，就因为他坐过牢，你就不同意孩子们谈恋爱了？这说不过去呀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天在别墅。他请的那些人啊，跟他打个招呼之后就没事了。他们好像不认识，就像请来的群众演员。老爷啊，你这只大猎狗，有神经过敏了吧？要我说呀，你这个都是直觉，那不能作为证据。我一定要找到证据。我在那别墅的书房里啊，发现了一张照片，这照片上2个人，你看看啊。这文荣跟我说呢。这照片上的女的是他前妻，我说老管啊，你一定要帮我调查调查，这照片上的这2个人到底是谁？啊，哎，你把这照片发给我。好，我一会儿发给你啊。唐胡子，你在拍卖公司不是有熟人吗？啊，你帮我调查一下，他那和田玉到底拍卖了多少钱？好。我代表青文华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做一次全面的汇报。青文华，文总，有几份文件需要您马上签字。这是董事会1号决定，关于提前召开股东大会的决定。提前召开股东大会，不是说好星期3下午吗？
有必要提前吗？提前到今天下午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。文总，有些情况呢，您是不太了解。如果说详细和您说呢，就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您呢，还是签字吧，这些都是董事会的决定。我签字就可以了。对。哦。好。今天下午2点在5楼大会议室，您的发言稿，您先温习一下。好，到时候别念错了啊。好。啊，文总，我们的会议呢，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。为什么只有2个小时？我们只付了2个小时的劳务费。啊，劳务费？时间长了，怕大家犯困嘛。啊，有道理。首先，感谢各位董事。首先，感谢各位董事、诸位股东，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会议。我代表亲文华董事会，向全体股东做一次全面的汇报。亲文华在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下，在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那苍茫大海上的一只海燕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飞翔，翅膀一会儿碰上了波浪，一会儿又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。他叫喊着，在这叫喊声中，乌云听出了欢乐，在这叫喊声中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。各位，我是晚辈，以后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，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那么，哎，战斗部在哪儿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们召开董事会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们？为什么要提前举行？开股东大会，你光明正大的开呀，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就是，这都股东大会，不是不开，全拿咱们当傻子。你们不是坐火车来的吗？怎么来这么快？坐火车？我们还坐飞机了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包机飞过来，和你们展开较量。安静！大家好，我是亲文华公司新任代理董事长，我叫文文刚。别说，你是张德公的儿子？不，我是文董的儿子。你当代理董事长，我们这一当董事的，怎么没有听说过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吗？我美国哈佛 MBA。我没去过美国，我读什么哈佛？我一直在南京。我觉得当领导应该实事求是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是男人就大声的说出来啊！说，
我是采货店印照片的。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啊！听了。一个采货店印照片的，居然能当我们的董事长？他懂什么呀？狗屁都不懂。他就是个傀儡。傀儡，这岂止是傀儡啊！是个傀儡。他只是张成功挂出来的一块遮羞布。是对。现在我们要把这块破布给撕下来，让清文华的内幕黑幕统统的曝光。好，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，请你们不要搅乱会场秩序。谈什么东西？怎么谈？我给董事会写的那份公开信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。给他看。我已经把它发到博客上了。今天我要当着大伙儿的面，向董事会提3个问题。这一，你们动用1.5亿的资金在广东证券买期货，到上季度为止，结果亏损了2000多万。什么闲钱啊？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不做信息披露？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说，无可奉告。什么叫无可奉告？你们财务季度报告里没说，半年报里面也只字不提。我们买你们的股票应该有知情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也有知情权。半年报里面，你们提到有一笔2800多万的利润，据我调查，这完全是子虚乌有。你们是想骗取融资，然后从股民的口袋里掏钱？报表做得好一点，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们造假倒是为我们股民谋福利了，可以这么说吧？胡扯！你这这位新老总，你对此有何说法？你说吧。我什么呀？我无可奉告。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？哎，你小小子，快跟我走！胡子边，滚！啊，打死他！胡子边，胡子边！快！小文呐，你看你这挺好的西装，你看你弄一身鸡蛋，这得洗一洗呀。是。你说这开的叫什么股东大会啊？我真是开了眼了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本来我就是想体验生活的，这么好的生活素材，专业作家都得不到。你还有心思开这个玩笑啊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小文，我不太喜欢你，我不希望你当我的女婿。不过你这个人啊，还是很诚实的。哎，这股东大会你有什么感觉？简直就是一场闹剧。不过作为小说素材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你没看出这公司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他们老说什么股票，可是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他们公司上市啊。那也许他不想说呢。不会，我爸除了平时请你们的时候大手大脚的，平时还是挺节省的。他那样的人应该不会说谎。跟我说实话，你爸去哪儿了？去国外了。去哪个国家了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叔叔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那个人说是1.5个亿买期货，还有2800万的利润。您说，我爸能那么有钱吗？还有，他要知道有人找他算账，他会抛下我一个人去躲清静吗？你爸临走前怎么对你说的？他就说普通的股东大会，让我少说话，就是体验一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清文华传媒公司大有文章啊。是，我觉得肯定有问题。那不是刚才开会的那些股东吗？
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分东西，分什么？分钱啊！你看看。啊？不会吧？快走吧，咱们。泡泡，看你这小样，做起活来挺利索的。泡泡啊，太晚了，该回家了。不行，泡泡在这忙活一天了，又是洗衣服又搞卫生，总得让人吃了饭嘛。来了，谁呀？老严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儿子。叔叔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叔叔好。哎，他怎么拿着你内裤啊？内裤我穿着呢。我说你小子天天在电脑上琢磨什么呢你啊？啊，严查令，你不会是为你女儿搞调查来了吧？我是，怎么了？泡泡天天来问我们家文刚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你们家小灿做什么呢？行，我不跟你说，我找文刚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文刚，你不许搭理这老东西，他脑子有毛病。谁脑有病？你脑子有病。你脑子有病。人家家什么没看见，就看见内裤了。哎呀妈！啊，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难道我们家文刚就一条内裤吗？还有几条内裤谁知道啊？啊，你找个女孩子到时候这是谁说的清楚？叔叔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女孩子怎么拿着你内裤啊？洗吗？谁内裤不得洗吗？我把调查结果说给你听。啊，那个40万元的玉牌，不是你爸爸花35万买下来的，他就花了3500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知道那是什么玉吗？和田玉。和田玉前边得加一个坊字。还有，那别墅不是你爸爸的，他是通过中介租的。租的？对。那个房子的主人是一对夫妻，出国了。你看，这有照片。哎，行吧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这边谈个事儿。陈公子，我今天是舍下老脸来求你的，看在我们共和患难的面子上，你就再拖延我几天，就到12号，等我儿子订婚，我立刻就离开这里。不行啊，来不及了。你不是说过帮人帮到底吧？文哥，我现如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那些股东去扔了您儿子一脑袋鸡蛋，真是对不住啊。如果您儿子还留在这儿，他们肯定饶不了他。再说，我也不希望你们给我当这个替罪羊，那样的话，你们更惨啊。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哥哥，我说实话吧，这座大楼，我所有的财产我都卖了，移民手续也办好，今天晚上我就走了。还有，别墅的租金、派对的开销，还有廖秘书的钱，您得自个儿掏了。群众演员的费用我已经付过了。不是群众演员的费，是这个月你雇佣的所有人员的开销，一共30万呢。啊？30万？您用我的公司做招牌，占用我的办公室，我都没跟您算呢。不过到如今，这座大楼绝对再也不能给你用了，因为我已经说过，楼已经卖了，也过户了，一会儿人家就来验收了。唉，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师傅啊，这车真有你说的这么差？差？您太客气了，老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这车，也就是外壳是宝马，这里面的发动机、底盘、传动系统全是杂牌的，最可气的那油箱是皮卡。我跟你说，这什么车啊？这整个就一变形金刚。哎，您还别说啊，传这车的人呢，还真是挺有创意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辆车就是一只披着老虎皮的猫啊？差不多。哎呦，你当初吧，我不让你要这车，你非死乞白咧的要啊！这车跑的比驴车都慢，跑的时候一窜一窜的直撂蹶子，开着跟拖拉机似的。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个温柔怎么想得出来的？卑鄙呀，太卑鄙了！想用这辆假车骗我们家小灿。哎呦，行了，咱们打车回家吧。啊！哎，我说你们这车还修不修了？先放这儿再说吧。走。诈骗案件在机场被我公安机关扣押。张成功担任青文华公司董事长6年以来，因公司业务盲目扩张，造成大量民间借贷及银行贷款无法偿还。如今，青文华公司已成为一个空架子。对于张成功案件，我们将会继续跟踪报道。那个青文华传媒公司是真的，不过董事长不是你爸爸，那个董事长叫张成功，他跟你爸爸过去是狱友。开始这公司还不错，后来亏损了，所以拆东墙补西墙。那些闹事儿的，全是青文华的股东，还有那辆宝马，假的。跟我爸比起来，我发现我是太缺乏想象力了。行了，这事儿不是你的错，你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你要理解他这一番苦心。啊？哎，上哪儿去？找我爸。你怎么想到他下关来找你爸爸？有一次他打电话我听到的，说是下关龙头坊铁路附近，也可能是我听错了。没事吧？哎，爸，文荣，哎，来，快起来！文荣，快起来！怎么是你啊？啊？没撞着吧？哎，来，快走，来，走，慢点。出来以后，我就去了深圳，当清洁工，给人家送水、收鸡蛋什么，什么脏活苦活我都干过。后来老板看我勤奋，就把一个收鸡蛋的档口交给我管，钱是越挣越多。可我是越来越想儿子，我就回来了，跟几个兄弟一道，合着办了一个小的蛋禽厂。其实啊，我就是想守着儿子，过几天舒心日子。哎呀，按说你做这个生意也算是小康了，你干嘛非要去装大款？这累不累啊？我看庆天路想找个有钱的女婿，所以才打肿脸充胖子。这事办得太厉害！哎呀，我真不该被人撺掇着买了2手宝马，还租了什么别墅。我理解，你这样做是为了成全文刚和小灿的婚事，所以你才做了这样荒唐的事情。谁说不是？爸，你这么做，不但成全不了我和小灿，
反而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感情的事儿，他怎么能和金钱扯到一块儿呢？是啊，我以前不是不明白这道理吗？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打死也不会去做。严组长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成全了我儿子。哎，你要是能让他跟小灿结了婚，将来你们家一辈子吃鸡蛋我都不要钱，我全包了。文荣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让我对你有几分敬佩。我理解你对儿子的感情，但是你这种骗婚的方式，我是绝对不能理解的。那宝马车现在正在修理厂修呢，等修好了我还给你啊。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你别走啊！我说说这事儿。爸啊，咱不求别人，咱不求别人不行吗？怎么样，小灿订婚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吧？这婚不能定了，得取消。事情到了现在，恐怕你说了是不算嘞。爸，为什么要取消呀？这文荣骗了咱们，他不是大款，他是倒腾鸡蛋的小老板。不可能！